芸豆的蛋白應該怎麼打發？今天分享一個超詳細的南瓜芸豆配方，每個細節我都會說清楚，無油無糖，孩子也很喜歡吃。雞蛋是提前冷藏過的，蛋清和蛋黃分離。我做的這個是雙倍的分量。打蛋清的朋友選擇是無油無水、沒有蛋黃的。蛋清先拿去冷凍20分鐘。這是蒸熟的南瓜泥。如果水分較少的南瓜呢，可以先加一點點水，攪拌機攪打一下，再把南瓜泥過一下篩，這樣會更加細膩。35克的南瓜泥加入25克的奶粉，我用的是脫脂奶粉，也是可以用嬰兒奶粉的。嬰兒奶粉要選擇不易消泡的奶粉。攪拌均勻後是這種比較濃稠的狀態，如果太稀的話，可以再多加一點奶粉。烤箱提前預熱10分鐘。冷凍好的蛋清，我們加入1克的檸檬汁，先用中速打發，蛋白變白變細膩後，加入10克的玉米澱粉，手動攪拌一下，再轉低速打發，打發至硬挺直立的小尖角狀態，手動去攪拌2次，每一次提起來都是硬挺的小尖角。想要芸豆做出來花紋清晰，這個是一個關鍵。打發好的蛋白霜呢，倒扣過來呢也是不會掉下來的。取1/3的蛋白霜，先和蛋黄糊混合均勻，再倒回去蛋白霜裡，用畫一字的手法混合。用刮刀把邊緣和底部的面糊整理一下。最終混合好的狀態，面糊是非常濃稠的。如果這個時候面糊已經開始變稀的話，有2個原因。第一個原因就是蛋白沒有打發到硬挺的狀態，第二個原因就是奶粉導致消泡，可以換一種奶粉試一下。烤盤如果不是不粘的話呢，記得要墊上油紙。今天我用的是中號8尺的裱花嘴，配方剛好是1盤的分量。如果是烤2盤的話，那擠好1盤就馬上先放進去，以免消泡。烘烤的溫度呢，我已經打在屏幕上了。烤出來的形狀每一個都非常好看，立體飽滿。出爐後的芸豆如果粘在烤盤上呢，可以繼續放回烤箱，再多烤個5至10分鐘。這是2個雞蛋，剛好做出來1盤的量。放涼後要及時密封保存，可以放2個星期。趕緊去試一下吧，等你們來交作業。今天是家裡有麵粉跟紅糖就可以做的空心糖餅，焦香薄脆，不用發酵，只要注意以下幾點，你也可以做出超大空心的糖餅。在碗裡我們倒入所有材料，這個麵團也是特別的簡單，在麵團裡面加入適量的鹽和油，加入清水攪拌成麵絮狀，再下手揉成一個麵團，把邊緣的麵粉給它抹乾淨。這個麵團是不需要有光滑的。蓋上保鮮膜，讓麵團鬆弛15分鐘。鬆弛好的麵團，我們再揉個1分鐘，麵團的表面呢就會變得很光滑了。蓋上保鮮膜，我們再把麵團鬆弛個15分鐘。現在我們來做一個糖餡。如果紅糖裡面有這種比較粗的顆粒，可以放入破壁機或者絞肉機打一下。如果是比較粗的白糖，也可以放入破壁機打一下。我用的這個是細砂糖。再加入15克的麵粉，把它攪拌一下。最後我們把它過一下篩，這樣我們的麵團就不容易撐破皮了。鬆弛好的麵團我們平均分成10份，每一份的重量呢大約是45克。取一個麵團折疊，再把它收圓，再讓麵團鬆弛個20分鐘。包糖餡之前呢，我們提前把烤箱預熱一下，預熱到230度。取一個麵團，按扁，擀開，包入糖餡。包糖餡就是用包包子的手法去包，案板上撒一些乾麵粉，按壓，正反2面都是要擀薄的，擀得越薄，空心餅就越脆，但是不能擀破。出爐的时候每一个都是胖乎乎的，超有食欲，超解馋。
趕緊去試一下吧，等你們來交作業。